當一家公司說我們看好未來，那只是一句話。回購不一樣，公司需要拿出已經賺到或能夠調動的真金白銀，在市場上買回自己的股票。這個動作不保證股價上漲，也不自動證明公司被低估，但它會把管理層的資本配置擺在台面上。Boini Associates 統計，2026年前4個月，標普500成分股宣布的回購計劃約6650億美元。注意，這個數字是宣布的計劃或授權，不是已經完成的買回。正因為計劃和執行差別巨大，這部片子不再做混合口徑的嚴格金額排名，而是用12家公司講12種回購邏輯。第一課，回購到底是什麼？把一家公司想成8塊披薩，你手裡有一塊就是1/8。公司用現金從別人手裡買回2塊並注銷後，你手裡還是1塊，但總披薩只剩6塊，你的比例變成1/6。回購的核心是減少股份數量，但判斷好壞還要問3件事：錢從哪裡來，買入價是否合理，以及回購是否在抵消股权激勵後真正減少了總股數。稅務也因投資者所在地和持有結構而異，不是本片要給出的統一結論。先說第一個陷阱，貴的時候買可能是在燒錢。回購並不會神奇的把一塊高估的股票變便宜，公司花出去的是所有股東的錢。第二个陷阱是股权激勵。很多科技公司会給員工股票，如果公司買回的股份只是填平新發股票造成的稀釋，表面有大額回購，流通股卻未必真的少很多。第三個陷阱是資金來源。公司用長期穩定的經營現金流做回購，和公司為了撐住每股盈餘而高槓桿借錢回購，風險完全不同。所以從這一刻開始，看到一個回購數字，不要急着叫好，先問這是已執行還是授權？錢從哪裡來？買完之後股份真的少了嗎？第12名，埃克森美孚 ExxonMobil XOM。 我們從一個和後面所有公司都不一樣的物種開始，能源巨頭埃克森美孚。它的回購看上去很大，但你不能把它當成一台永遠匀速運轉的機器。公司在2026年第2季度實際回購了51億美元，把一季度合在一起，上半年約回購100億美元。同期2季度自由現金流是172億美元。先把這3個數記住，51億是當季已經買回，100億是上半年累計，172億是當季可供分配現金的背景。為什麼能源股要單獨講？因為它像一家開在海邊的餐廳，天氣好，遊客多，現金進來的很快，海上起風，客流會先變少。對石油公司來說，油氣價格和產量就是這陣風。價格好時，賬上現金後，回購和股息都會顯得很慷慨。週期轉弱時，管理層首先要照顧的是資產負債表和下一輪勘探，回購自然可能收縮。對剛接觸美股的人來說，最容易犯的錯是看到大額回購就默認公司覺得自己特別便宜。能源股尤其不能這樣理解，它更可能是在當下的現金流條件下，公司有能力同時做投資、發股息，再買回股票。至於買的貴不貴，仍要看當時的油價、公司估值和未來資本開支，不能只憑回購金額下結論。把51億、100億和172億放在一起看，2季度回購約佔當季自由現金流30%。這個比例說明當時現金足以覆蓋一筆可觀的回購，但油氣價格、煉化利潤和上游投資會同時改變下一季的自由現金流，所以回購的持續性必須跟着現金流重新核算。埃克森美孚給我們的一課，週期股的回購是現金流的溫度計，數額很大，不等於穿越週期的確定性也同樣大。第11名 Visa V， 往上一檔是 Visa， 它不像油公司那樣要鑽井，也不像銀行那樣先把資本監管的尺子擺在桌面上。Visa 更像一條收費高速公路，交易從它的網絡經過，
他收取服務費。至於誰放貸，誰承擔持卡人還不還錢的風險，通常是發卡金融機構的事情。這個區別很重要，因為它解釋了為什麼 Visa 的業務不需要占用和放貸銀行一樣多的資產負債表。截至2026年6月30日的財季第三季度， Visa 實際回購約49億美元，約1450萬股，把回購和股息加起來，當季返還股東約62億美元。這裡的實際二字要保留，49億不是董事會口頭給出的上限，而是已經發生的回購，62億則不是單純回购，而是回購加股息。兩件事聽起來都像還錢給股東，但在字幕上必須分開。把 Visa 放在這一檔，不是要把它神化成永遠正確的回購機器。真正值得普通觀眾學會的是看法，先問公司的錢從哪裡來，再問錢以什麼方式回到股東手上。 Visa 這49億背後是一種輕資本、交易量驅動的商業模式，它的確定性來自業務結構，而不是一句管理層很有信心的口號。49億美元除以1450萬股，能反推當季平均回購價約338美元每股，這是用公司披露的金額和股數做出的近似值。Visa 的核心变量是交易網絡規模，支付量和利潤率能否持續產生現金，估值則決定這些現金用來回購時，每1美元能否真正提高每股價值。Visa 給我們的一課，最容易理解的健康回購，通常來自穩定的業務現金流，但穩定不等於任何價格都值得買回。第10名，高盛 Goldman Sachs GS。現在正式進入银行。這裡先說一把最重要的尺子。董事會說最多可以回購多少，和公司已經在市場上買回多少是兩件事。前者像信用卡額度，後者才像真正刷出去的賬單。把這兩件事混在一起，幾乎所有銀行回購的故事都會被講大。高盛一季度的實際數字非常清楚，普通股回購50億美元，540萬股，平均每股成本923.49美元。這是一組很好的上屏數據，因為金額、股數、均價和期間都在同一份業績材料裡。它告訴我們，高盛不是只給了一個未來可能的額度，而是在這個季度已經完成了一筆有分量的回購。那高盛這一檔到底看什麼？不是去追一個誰占市值比例最高的冠軍頭銜，而是學會把絕對金額拆開。50億聽起來大，但540萬股和923.49美元的平均成本，能讓你知道公司買了多少，買在什麼價位附近。至於這是否划算，還要回到高盛之後的盈利、估值和資本需求，不能只靠一個百分比下結論。50億美元對應540萬股，均價923.49美元，已經把金額、數量和價格鎖在同一個季度裡。接下來要看普通股股數是否持續下降，若回購只抵消員工股權激勵，每股收益的濃縮效應會變弱；若流通股穩定減少，回購才更容易轉化為每股指標的提升。高盛給我們的一課，看回購時先把批准了多少和已經買了多少分開，金額、股數、均價、期間缺一個都容易誤讀。第9名，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 MS。 摩根士丹利的故事和傳統存款进來、貸款放出去的銀行不太一樣，它有很大一塊財富管理和投行業務，簡單說就是替客戶管錢、做交易、做融資，從服務和管理費裡賺錢。這樣的業務當然也有市場波動，但它讓摩根士丹利的資本返還邏輯和只靠利差吃飯的銀行並不完全相同。2026年6月24日，公司重新授权最高200亿美元的多年度普通股回购計劃，計劃從第3季度開始生效，而且沒有固定到期日。同日季度普通股股息從 1.00 美元提升到 1.15 美元。注意這句話的重點，200億是最高額度，是多年度，是從第3季度起。它不是2季度已經花了200億，也不是一句能夠直接放在現金流量表裡的歷史事實。這類授權為什麼仍然值得講？
因為它像管理層擺在桌上的一個工具箱。工具箱很大，不代表當天就要把所有工具都用掉，但它至少說明在當時的資本規劃下，公司為未來回購保留了空間。接下來真正該追蹤的是每個季度實際回購多少，盈利有沒有改變，資本比率有沒有變化。把1.15美元股息和200億美元多年度授權放在一起，摩根士丹利釋放的是雙軌返還信號，固定股息提高，回購為未來季度保留彈性。財富管理業務的價值應看收費收入和客戶資產規模，回購能執行多少，最終仍由利潤、資本比率和董事會決定。摩根士丹利給我們的一課，授權是未來的彈性，不是當期的花費。穩定回報的故事，仍要由後續實際執行來證明。第8名，花旗 Citigroup C。花旗這一檔很容易被一句同比暴增260%帶走。2026年第一季度，花旗實際回購63億美元，再加上11億美元股息，向普通股股東返還74億美元。隨後，董事會批准了新的300億美元多年度回購計劃。這裡至少有3層，63億是已經買回，74億是回購加股息，300億是未來可用的授權。為什麼不只說260%？因為百分比永遠要問從什麼基數漲上來。如果你把小基數的變化放大，故事很容易聽起來像火箭。但63億美元本身已經足夠說明當季資本返還的力度，這也是銀行股最有意思的地方。他們有時回購，不是因為業務突然沒有地方投資，而是因為資本規則、盈利和董事會的資本計劃共同給出了空間。所以，花旗這63億最好被理解為一個正在發生的資本配置動作，而不是一個保證未來股價的預言。花旗真正的變量不是數字夠不夠大，而是重組後的盈利能不能讓每一次回購更有效。63億美元是實際執行，300億美元決定未來空間，兩者之間還隔着收入增長、成本控制和資本要求。把這3層拆開，花旗給我們的一課，百分比可以講，但必須先給絕對金額和期間。63億是事實，估值和重組是否成功仍是市場要驗證的判斷。第7名，美國銀行 Bank of America BAC。 美國銀行的故事不需要太多煙花。公司披露2026年上半年普通股回購累計132億美元，同時支付40億美元股息。截至6月30日，原有回购授权中還剩約170億美元。這一組數字最適合拿來解釋一件容易混淆的事：回購和股息不是同一種工具。把它想成家庭收支，股息更像每個月固定打出去的一筆錢，一旦提高，市場往往會把它當成持續承諾；回購則更像一筆可以隨情況開大或關小的預算。公司有更多現金，認為需要返還資本時，可以增加回購。環境變得不確定時，也可以收縮回購，而不必馬上動那筆更敏感的固定股息。所以看美國银行，不必強行找一個戲劇性轉折。它展示的是大型銀行資本返還最樸素的樣子，有已經執行的回購，有已經支付的股息，也有尚未用完的授權餘額。真正需要追蹤的是这些数字以後会如何隨着盈利和資本規則變化，而不是把授權餘額提前算成成果。美國銀行在2026年7月把季度股息提高 14% 至每股 0.32 美元。於是現金回報有3層，上半年132億實際回購，上半年40億股息，以及之後提高到 0.32 美元的季度派息。回購負責靈活返還多餘資本，股息負責形成更穩定的分配承諾，兩者同步才是大型银行真實的資本配置。美國银行給我們的一課，股息提供可預期性，回購提供彈性，先分清期间，才能看懂公司到底把錢放在了哪裡。第6名，富國銀行 Wells Fargo WFC。富國銀行的背景確實很有戲劇性。
美聯儲在2025年解除了它維持多年的資產規模上限，這件事可以作為故事的起點，但請把它和估值判斷分開。資產上限解除是監管實施，因此股價一定低估是投資觀點。兩者之間隔着盈利、競爭、成本和市場預期，不能一口氣跳過去。回到能核實的數字，2026年第一季度，富国銀行普通股回购40億美元，4630萬股，另有14億美元普通股股息，當季資本返還合計約54億美元。對新手來說，這是一張很清楚的賬單，40億是回購，14億是股息，54億是把兩者相加之後的股東返還。為什麼要把股數也放進來？因為回購最終不是在新聞稿裡消失一個金額，而是在市場上買回一部分股份。金額告訴你公司花了多少錢，股數告訴你買了多少張披薩，兩者放在一起才能进一步問買入價格大概如何，以及回購之後的總股數有沒有真的減少。40億回購，14億普通股股息，構成當季約54億美元資本返還。按金額計算，回購約占 74%， 股息約占 26%。資產上限解除之後，市場接下來要驗證的是收入、效率和資本回報率能否跟上，而不是只憑監管消息直接推倒估值。富國銀行給我們的一課：監管狀態可以核驗，低估與否必須保留為分析。先看40億和4630萬股，再談你的估值判斷。第5名，摩根大通 JP Morgan Chase JPM。 銀行陣營爬到頂，先看摩根大通。2026年6月24日，董事會批准新的500億美元普通股回購授權，自7月1日生效，同時計劃把季度普通股股息提高到每股 1.65 美元。新聞裡最醒目的當然是500億，但這也是最需要慢下來解釋的數字。500億不是摩根大通已經買回500億，它是董事會給的一張未來授權，意思是在滿足公司資本計劃和其他條件的前提下，公司最多可以回購到這個額度。把它想成一張很大的購物卡，卡裡的錢能不能全部花出去，什麼時候花，花在什麼價格，都還要看後續季度。銀行與 Visa、蘋果的不同就在這裡，銀行不是只要賺到現金就可以自由決定怎麼花，它還要把資本規則、壓力情境、貸款需求和風險留在桌上。所以看到銀行回購突然變大，不要急着翻譯成管理層覺得股價一定便宜，它有可能說明盈利不錯，也有可能說明資本規劃允許更多返還，常常兩者都有。500億美元授權和 1.65 美元股息構成未来資本返還的框架。下一份季報最值得追的有2項：實際回購金額有沒有進入現金流量表，普通股股數有沒有下降。授權給的是方向，執行才會改變每股分母。摩根大通給我們的一課：看銀行回購，先問這是授權還是執行，制度和資本規則常常和盈利一樣重要。第4名 Alphabet Google。 接下來這一檔是整部片子最關鍵的反例。Alphabet 在2026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都沒有回購 A 類或 C 類股票。先別急着給他貼沒錢了或者管理層不看好的標籤。零回購本身只說明一件確定的事，在這2個已經披露的季度裡，公司沒有把現金用在買回股票上。再看2季度的3組數字，經營現金流 390.69 億美元，資本開支 449.24 億美元，自由現金流負 58.55 億美元。很像一個家庭，當月工資是 390.69， 裝修和購置設備卻花了 449.24， 結果可自由支配的錢變成負數。公司當然不是沒有資產，也不是只憑一個季度就能斷言未來，但現金在這個季度的去向已經非常清楚。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把 Alphabet 放在科技公司前面，而不是硬塞進回購王者的队伍裡。過去市場習慣問公司買回了多少，
現在還要問他決定先把錢投到哪裡。從公開披露能做出的穩妥解讀是，資本開支優先級提高了。至於這些投入最終值不值，仍然要由未來業務和現金流來驗證。後續關鍵不只是資本開支數字，而是這些支出能否轉成收入、毛利或更高的現金流。Alphabet 給我們的一課：當一家公司的回購歸零，先看現金到底流向哪裡。零回購不自動等於壞消息，但它一定改变了資本配置的優先級。第3名 Meta 跨過 Alphabet 這條分界線， Meta 給了我們另一個必須誠實面對的修正。2026年第二季度 Meta 廣告營收 593.63 億美元， Family DAP 達到36億，廣告展示次數同比增長 14%， 平均廣告價格同比增長 12%。 這些數都說明它的廣告業務依然是一台很強的現金發動機，這反而讓 Meta 的故事更有張力。過去我們看它很容易只記住廣告收入、用戶數以及它常年有能力做回購，但2026年的畫面告訴我們，一家公司可以同時擁有强勁收入和很大的資本開支压力。收入好不等於自由现金最終一定分給股東， AI 基礎設施、數據中心和長期投入同樣會爭奪這筆現金。把 593.63 億廣告營收、36億 Family DAP、零回購和 310.78 億資本開支放在一起， Meta 的資金鏈條很清楚。廣告端產生巨大收入，基礎設施端吸收大量現金，股東回購在2季度暫時歸零。這不是簡單的強或弱，而是一筆錢在不同用途之間重新排序。展示次數增長 14%， 平均廣告價格增長 12%， 共同推高了廣告收入，而資本開支覆蓋數據中心、服務器與融資租賃等長期投入。收入端的增長和回購端的歸零必須同時上平，才不會把業務強誤讀成現金一定回到股東手裡。 Meta 給我們的一課：強勁營收不等於當即一定回購，看科技公司收入、資本開支和實際回購要放在同一張現金流地圖上。第2名，回答 NVIDIA， 只差一步登頂，站着的是輝達。它最反常識的地方在於，很多人默認高速成長公司應該把每一塊錢都再投回業務，成熟公司才會大規模回購，輝達卻同時做了增長和資本返還。它截至2026年4月26日的季度營收是816億美元，數據中心營收752億美元，這是一台仍在高速運轉的業務機器。同一個季度，公司通過回購加股息向股東返還約200億美元。隨後公司新增800億美元沒有到期日的回購授權，當時原有授權還剩385億美元，合在一起的授權餘額是1185億美元。請特別注意3種不同的數字，816億和752億是經營表現，200億是當期已經返還，1185億是可以在未來使用的授權余額。816億总營收裡，752億來自數據中心，占比約 92%。 這解釋了為什麼輝達既能維持高投入，也能在當季返還200億，但它不自動回答回購是否划算。實際效果取決於買入價與未來盈利增速的關係，而1185億只是未來可調用的授權餘額。當季200億包含回購和股息，不能簡化成单純回購。800億新增授權與385億原有餘額相加，才得到1185億。輝達給我們的一課：高增長並不排斥資本返還，但已返還的200億與未來可用的1185億授權必須分開說。第1名，蘋果 Apple 倒數了一路，最後來到蘋果。蘋果確實適合作為收尾，但這一次我們不靠未經統一口徑複核的 TTM 1000多億或累計回購幾千億去堆氣勢。最新10Q 已經給出足夠強的事實，截至2026年6月27日的9個月，蘋果回購 2.15 億股自家股票，金額618億美元。這句話為什麼要說完整？
因為618億本身沒有意義，除非你是知道它是9個月是實際執行，是 2.15 億股對應的金額。數字一旦綁上期間和股數，才像一張真正的賬單。4月30日，蘋果董事會又批准了最高1000億美元的新回購授權，同時把季度股息提高到每股 0.27 美元。這裡同樣有2層，618億已經發生，1000億是未來可用額度。蘋果的厲害之處，不是它能用一句回購之王結束討論，而是它把資本返還做成了一個長期可重複的動作。對小白來說，可以把它想成一家生意極穩定的店，它先要把供應鏈、產品研發和現金儲備照顧好，剩下的現金才有可能持續回到股東手裡。有沒有借錢，總股數是否真的下降，買入價是否合適，仍然是每一期都要重新問的問題。618億美元對應9個月 2.15 億股，按金額除以股數，可得平均回購成本約287美元每股。4月新增1000億美元授權，意味着蘋果仍有後續空間。真正需要一起盯住的是經營現金流、投資支出、淨現金和每季普通股數量，四者共同支撐長期資本返還。蘋果給我們的一課，真正有力量的回購故事，不需要神話數字，把已執行金額、股數和未來授權講清楚，已經足夠有說服力。把12當倒着連起來，你真正看懂了什麼？從埃克森到蘋果，這趟路穿過3種邏輯。周期股要看現金流的天氣，銀行要看盈利，資本計劃和授權是否真正執行，科技公司則要把收入、資本開支和實際回購放在同一張圖上。最值得記住的不是誰的數字最大，而是誰在買，誰暫時不買，錢到底流向哪裡。Alphabet 和 Meta 在2026年2季度實際回購為0，不預告未來一定好或壞，卻提醒我們資本有機會成本。下一次研究一家公司，翻到現金流量表，問3個問題：他用賺來的錢還是借來的錢在買？他買在什麼價格？回購後總股數有沒有真的減少？想清楚這3件事，回購才不是標題裡的一個大數字。